本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烈度最高的战役即将拉开序幕。乌东哈尔科夫大捷，乌南赫尔松也没闲着。在第聂伯河出海口右岸的地域里，乌俄两军集结的兵力密度已经达到了开战以来的最高峰，火力水平也远超4、5月份的北顿涅茨河之战。双方都准备在赫尔松平原一决胜负。对于乌军来说，拿下赫尔松是收复克里米亚的必经之路。对于俄军而言，哈尔科夫的失败已经是军心动摇。如果赫尔松依旧守不住，甚至说丢掉克里米亚，那俄罗斯就可以直接宣布失败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赫尔松战役甚至可以称为俄乌冲突的决战。这片战区的胜负可以影响整个战局的走向。那么赫尔松战局走向会是如何？现在俄乌战场给火力军的感觉就是俄军不行了。得益于美国提供的情报，乌军突破了俄军在哈尔科夫州的防守薄弱点，不到1周的时间就拿下了哈尔科夫州的大部分重镇。巴拉克列亚、伊久姆、库皮扬斯克现在都已经挂上了乌克兰的国旗。那么光复哈尔科夫州之后，乌军会不会继续推进，在顿巴斯一带与俄军决战？现在的俄乌战场基本上可以分为2块：乌东顿巴斯战线、乌南赫尔松战线。至于顿巴斯决战，火力军的看法是不太可能。俄军在哈尔科夫州的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人员不够，其前线的作战人员严重不足。俄罗斯在哈尔科夫地方部队的成员通常不超过50%，甚至在一些地方只有标准人员的20%。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没有发现乌克兰军队的集结，也没能重新部署足够的增援部队，加上乌军战术的升级，这才导致哈尔科夫州的迅速溃败。只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不能完全左右战局的走向。乌东大捷确实不假，也俘虏了不少的俄军，但乌克兰并没有吃到俄军的大部队，这也是一些亲俄的人死抓的一个点。人员的损失，俄军并不是不能接受，毕竟多数的俄军都是望风而逃，碰都不碰一下，损失自然不会很严重。俄军的说法也是为了保存实力，主动从哈尔科夫州撤退，不管这个说法以及俄军撤退的原因，但事实就是哈尔科夫州的俄军来到了顿巴斯地区，依靠顿涅茨克与卢甘茨克的防御工事与本就镇守在此的俄军来抵挡乌军的进攻。顿巴斯算是俄军最后的退路了，没点兵力不太可能，并且俄军也可以借此拉长乌军的补给线。至于武器装备，顿巴斯作为俄军在俄乌战场重点作战区域，缺了谁也不会缺了他。说顿巴斯地区的俄军武器装备不够，火力军是绝对不会相信的。至于想要重新占领哈尔科夫州，除非俄军变出来3个满编的集团军，要不然这哈尔科夫乌军是拿定了，普京来了都没用。总的来说，在乌东战场，乌克兰在顿涅茨克州北部仍然活跃，利用俄罗斯在1755的失败，乌克兰军队继续在俄罗斯占领的莱曼市作战，并重新夺回了斯维亚托希尔斯克。而且失去了伊久姆以及整条北部战线之后，俄罗斯的本土就暴露在了乌克兰面前。不过袭击俄罗斯本土这条路肯定是不会走的，普京现在最大的难题就是兵力不够，这是因为无法进入战争状态，很难对国内进行大规模动员。但是如果本土无缘无故遭到攻击，那么普京动员全国的理由就来了，之后乌俄战争就不好办了，搞不好就变成第3次世界大战。乌南赫尔松战场变成了俄乌战争的重点。从兵力密度上看，赫尔松已经是整个俄乌战场上兵力最集中的区域。俄乌战争的第2阶段其实就是围绕着乌南展开，俄军兵力的分配重心也转移到了乌南。赫尔松是俄军占有的最后一个可以对敖德萨构成威胁的据点，只要乌军夺回对赫尔松的控制权，敖德萨的威胁便可解除，这绝对是乌克兰发动反攻的头号目标。把俄军驱逐到第聂伯河右岸，乌克兰方面一旦收复赫尔松，解除黑海港口敖德萨的威胁，便可挥军南下克里米亚。为了加强赫尔松的力量，乌军在第1阶段被重创的空降兵和东部的集团军，以及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的部分部队，被派到了第聂伯河西岸区域。根据乌克兰军方的消息，俄军集中在赫尔松一带的部队能达到30到40个营战斗群之间，几乎是占到俄军战场兵力的30%到40%。乌军作为反攻的一方，兵力自然也不会少。根据估计，乌军调集在赫尔松的旅级部队也达到了15到18个的规模。如今战争的主动权在乌军手里，那为什么乌军要选择赫尔松？很简单，赫尔松的优势更大。首先，情报。
俄军在顿巴斯地区作战，可以依赖从俄本土或者卢顿两州起飞的侦察飞机、无人机，不断地对战场实施扫描、侦察乌军调动部署。而乌军因为在乌东地区只有局部制空权，最大的情报来源就是依靠北约卫星情报。而在赫尔松地区则完全不同，不但乌空军侦察飞机飞行相对自由，还可以获取大量战场动态情报，还因为该地靠近黑海，北约的各类情报飞机可以直接侦察俄军，将高价值情报传递给乌军。有消息称，在乌军展开攻势以后，在乌克兰南线区域有美军 RQ-4 全球鹰侦察机和英国 PC-135W 侦察机在活动，为乌军寻找打击目标。如果各位仔细观察乌克兰军队的作战行动，就会发现乌军的每次进攻和反击都经过精心的策划。美国专门成立了机构，对俄乌冲突进行了战争推演，并且为行动提供备选方案。赫尔松地区的反攻就是抓住了俄军第聂伯河补给不行的短板，让俄罗斯军队面临着更困难局面。如果在这里打消耗战，显然对乌军非常有利。其次，后勤，乌军拿到海马斯以及其他远程打击武器之后，建一个弹药库炸一个，连补给线也不放过。还有 AGM-88 炸毁俄军雷达等等一系列打击事件，每一个都是瞄准俄军的据点。紧接着，一步步蚕食俄军的战略战术优势，夺取战场的主权。现在第聂伯河上的大桥基本上都被乌克兰炸毁了，俄军经常使用的舟桥和轮渡也没啥用，海马斯一炸一个准。最秀的是，乌克兰并不是直接炸完，毕竟海马斯火箭弹的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就炸一个比较小的窟窿，让大卡车过不去就行。想要物资就让士兵过去搬吧。而对乌军来说，在赫尔松地区作战，则有公路和铁路一起补给，而且直接连通的后方补给节点是罗马尼亚和基辅，是最强大的两个补给节点。而且按照乌克兰的说法，那些武器供应速度减少的消息都是假的，援助并没有减少，反而日益增加。关于补给，火力军之前有过一期视频，各位感兴趣可以了解一下。事实确实是这样，虽然北约的好兄弟一直抱怨自家库存不多了，但是援助的力度还是很给力的。比如美军已经援助了乌克兰几十万发155毫米的榴弹炮。从6月下旬起，是不是很少听到乌克兰说弹药不够的新闻了吧？最后，空优，乌克兰的战机与飞行员曾因俄乌战争的过度损耗，在战争初期时销声匿迹。在俄军发动乌东决战时，天空上一度只剩下俄军战机。不过在这次赫尔松大反攻中，乌军派遣分队先炸了克里米亚的俄军空军基地，再出动战机攻击俄军阵地，彻底掌握了赫尔松地区的制空权。派出苏25配合海马斯火箭炮等武器，打击俄罗斯的指挥部、哨站、弹药仓库以及后勤路线及运输设备。弹药仓库爆炸，浮桥被毁，俄军的后勤补给已经被破坏到无法储备的程度。没后勤，这打仗还有什么意思？可以说，赫尔松的俄军处于天然的劣势，肯定是乌军追着俄军打。在赫尔松战场上，俄军的战线比较暴露，在黑海与罗马尼亚巡逻的战机很轻松就能搜查到俄军的走向。而且第聂伯河的位置也比较尴尬，后勤就只能依靠河上面的大桥，结果被乌军用海马斯炸得不能用了。有优势，乌军在赫尔松地区的反攻也是不断取得进展。光复赫尔松西北侧多个城镇后，乌军在光复北侧2个聚落，包括赫尔松北边的交通枢纽维索科皮利亚。第聂伯河西岸，俄军被截成南北2段，并且在撕开了俄军的新卡霍夫卡的防御阵地缺口。不过，因为赫尔松是一个有灌溉渠道的农业区，俄军可以将其用作防御战壕。南部的反攻速度比东北部的反攻要慢。而且需要注意的是，有优势不一定绝对胜利。乌军突破第2道防线，才有可能进一步冲击俄军第3道防线，攻打赫尔松城。而镇守第2道防线的俄军拥有更多重型装备，乌军虽然在此处有一定优势，但只是相对优势，并非绝对优势，其攻坚能力并不强。所以乌军最佳方案是不跟俄军采取硬碰硬的打法，而是彻底打断俄军补给，来个围城绝粮。乌军有了海马斯之后，俄乌战争就不再是大炮的天下了。乌军打击敌方纵深的补给枢纽、桥梁、火车站之类的目标，切断俄军的后勤运输线路，这样乌克兰就不用硬啃敌军筑垒，战场推进也会轻松很多，让俄军不战自溃。像放弃蛇岛一样放弃赫尔松，这也是俄军一个问题，缺乏远程精准打击能力。还有一点就是天气，乌军围城绝粮的战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第聂伯河没有结冰。传统上因为秋季降雨，
军队会避免在10月和11月在乌克兰进行大规模行动。更重要的是，10月底开始，第聂伯河将开始逐渐封冻。早一点11月，迟一点到12月，第聂伯河就封冻到可以行使大型装备。到时候，整个河流上到处都可以开辟补给线。乌军的海马斯毁桥断补给战术将暂时失效，直到2月底春季河流解冻为止。因为前线兵力不足，兵员面临新旧交替等原因，俄军在接下来数月发动新攻势的可能性较低，唯一的选择就是以守待攻。对俄军而言，目前在赫尔松储存的物资有多少？能否在补给有限的情况下支持2个多月比较高强度的作战，就是关键胜负点。只是早在5月份的时候，俄军各个战线都失去了进攻能力，逐步转向被动防守，连俄军突袭乌克兰各大城市的强度也显著降低。为什么？弹药库里的远程打击弹药消耗得太快，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弹药不够又缺后勤，赫尔松想要支撑2个月有点难。而且克里米亚的地理位置较赫尔松更差，能不能守得住也要打个问号。而一旦克里米亚被乌军打进去，那俄军就直接 game over， 可以宣布结束了。总的来说，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军事实力最强点，其实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之后的俄罗斯实力就直线下滑，先进的武器装备用一件少一件。同时，在北约的制裁下，俄罗斯的国力与军力都缺乏重新造血能力。而乌克兰不同，在北约源源不断的支持下，实力越来越强，武器装备也越来越先进。可以说，这场战争反而促进了乌克兰装备的现代化，更别说北约还在帮助乌克兰训练后备军。所以，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双方的角色已经反了过来。最初的时候，俄强乌弱，主动权在俄罗斯手里，乌克兰只能依靠北约的支援，被动防守。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乌攻俄守。但是俄罗斯的情况又与乌克兰不同，俄罗斯没有后援，能不能顶住还是两说。而且从战术上来看，俄罗斯采用的还是2战时期的老套路，钢铁洪流的大兵团作战模式，拿炮弹换取战场优势。而乌克兰则是对军队管理体系进行分散化，采用的是现代化游击战模式，加上美国提供的情报，俄军根本没办法抵挡。火力军概括一下就是帝国的毁灭，俄版正在上演。俄军是主动无条件撤军，把损失尽量降到最低，还是继续被整个西方阵营支持的乌克兰军队像现在这样凌迟，或者不甘于失败铤而走险动用核武，完全系于普京一念之间。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在赫尔松能守多久？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欢迎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